魏无羡偷偷问金陵：“这是你的人吗？”金陵摇了摇头。魏无羡朗声道：“今日宴会是为金宗主庆贺，比武怕是不雅。若金宗主想看随便出鞘，不如为某人做剑舞，请金宗主一观。”金陵低声道：“为什么拒绝？难道你怕我打不赢你？”小祖宗，我是怕我打不赢你。魏无羡一边哄，一边把金陵送回主席。他要你打你就打，太给他面子了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不能让他们指使。明日围猎，我再看你表现呀。场内一众仆从已经撤掉方才的琴桌和各色乐器，很快清理出场地。蓝忘机立于场中，白皙面容，琉璃双目，俊极雅极，如琢如磨。碧尘出鞘，剑身极薄，如凝冰般澄澈透明，散发着冰雪寒气。蓝忘机持碧尘在手，独舞无趣，忘机请夷陵老祖赐教。魏无羡开心极了。江澄无语，只觉蓝忘机自从跟了魏无羡，性子都跳脱了。不知道蓝老先生会不会被气死？却见蓝启人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仿佛老僧入定一般，似已见怪不怪。又见聂氏女修那边一派兴奋到快昏厥了的阵仗，深感莫名其妙。忽听身旁有人碎嘴：“夷陵老祖同韩光君一样服饰装扮，持剑对立，倒像是照镜子一般，难道这就是夫妻相？”江澄听得夫妻相三字，翻了个极其明显的白眼。那人见了会错了意，大声道：“不知夷陵老祖同韩光君舞剑是用蓝家剑法呢，还是用姜氏剑法呢？”江澄不耐烦道：“魏无羡姜家剑法孔以生疏，不及韩光君。姜氏身法倒是平平，诸位勉强一观。”场中，魏无羡听见江澄语，心想：好主意。魏无羡道：“韩光君，那我就先出招了。”随后脚步微移，似是走得十分迅捷，步伐却极为古怪，进一退三。随着他诡谲的步伐环绕着蓝忘机，场中出现了9个魏无羡的身影，个个笑容满面，剑闪红光，一时分不清谁是幻影，谁是本尊。是接天连夜步。金陵府长道：“好。”接天连夜步是姜氏独有的一门身法，幻影分身没有实际攻击力，亦没有防御力，只能迷惑对手，实战效用不强，但胜在有趣好看，适合剑舞表演。此步法极为难习，金陵也只见人演练过7重幻影，未曾想魏无羡使出了9重。9重幻影同时向蓝忘机攻去，蓝忘机似已猜到本尊是谁，只与魏无羡短兵相接，剑刃相击，其他分身便侧身避过，使其不致消失。场上一时幻影重重，蓝忘机与9个魏无羡斗作一团，精彩万分。只见蓝忘机身形变换，腾挪之间已将5个分身聚在一处，又在魏无羡袭来之时，碧尘重剑牵引，挑动随便剑锋变了方向。魏无羡收剑不及，被蓝忘机在柔软的腰侧轻轻一推，随便一剑刺穿了5个分身。魏无羡笑道：“韩光君，手下留情啊！”魏无羡干脆散了剩余的幻影：“不同你闹了，我们好好比过。”旋即持剑在攻，随便轻捷灵动，追着碧尘缠斗，两人迅疾无伦地拆了几十招。碧尘一剑袭来，魏无羡模仿蓝忘机方才那招，剑尖反挑，巧妙牵引，借着碧尘变向之力向前滑去，随便紧贴着碧尘，划过一道圆润饱满的弧线。蓝忘机抢前一步，握住魏无羡身后的手腕，轻轻一带，魏无羡足下轻点，借着蓝忘机的手旋身后退，手指掠过蓝忘机的肩头，轻勾了一下他的抹额飘带，两人身形稍稍分开。随即魏无羡紧追着蓝忘机身影，白衣翩跹，抹额飘飞，随便几乎是贴着碧尘剑锋舞动，两人身形似还合着刚才熠熠生辉的乐拍，身影屡屡重叠，如臂引指，剑指一处，蓝红剑光纠葛交织，缠缠绵绵，极为好看。江澄以为方才的情敌合奏已经是极限了，没想到这两人比剑都能比得如此柔情蜜意。恶心巴拉，那些女修再好，嗓子怕是要嚎破了。听到女修们喝彩，魏无羡得意忘形，一个转身切入蓝忘机近前，以身体挡住众人目光，在蓝忘机心口上调情似的摸了一把，又迅速闪开。一直静观其变毫无反应的蓝启人突然发出一声重重的咳嗽，魏无羡身形瞬间凝滞，但碧尘见势不减，一剑将魏无羡的发带断成2截，发丝却不损分毫。
蓝忘机随即收剑，穿到他身后，正好接住那2节鲜红的发带。好，好，围观众人发出欢呼。韩光君果然技高一筹。女修们已经全围到了聂家那边，一个个面带红光，兴奋难抑，叽叽喳喳，窃窃私语。蓝忘机握住魏无羡断掉的发带，将他两侧垂下的长发别至耳后。魏无羡嗔道：“韩光君好生了得，你快帮我重新绑过。”蓝忘机和魏无羡回到席中，蓝忘机先帮魏无羡重新蒸了抹额，然后以指作书，将魏无羡散开的长发梳顺绑好，因发带变短，马尾绑得更低更松，更衬得魏无羡闲适温婉。余下一节发带无甚用处，魏无羡随意地将其绕在蓝忘机腕上，系了个红蝶一般的结。这时蓝思追走过来，呈上一张字条。魏无羡笑容凝固了，僵硬地转过头，惊恐地接过字条，色声问道：“叔父给的？”蓝思追点头，面露同情之色。魏无羡深呼吸几下，缓缓展开字条，只见字条上力透纸背3个大字：各3变。叔父的心路历程，习以为常，习以为常，就当没看见，眼不见心不烦。给我收敛点。你叔父还是你叔父。阿玲，快来快来！魏无羡笑容满面，拉着金陵到金家为蓝忘机和他单独准备的小院里。院中一棵高大的青檀树下，设有10桌10凳，蓝忘机正立于石凳旁等他们。别推别推，喂，不准摸我的头！你怎么又摸我的头？金陵抱怨着，一脸嫌弃地躲避魏无羡的手，走到近前还是恭谨道：“韩光俊。”魏无羡笑道：“你们宴会上总那些虾蟹鲜鲍，来来回回都腻味了。我看你一直在应酬，也没怎么吃东西。蓝湛和我给你做了夜宵。”金陵嘟哝道：“明明是韩光俊一个人做的，他做的不就是我做的？”石桌上放着一只汤包、3副碗筷，并花生米、咸豌豆等几样小菜。金陵直觉问道：“莲藕排骨汤，你怎么又猜到了？法器被你猜到，汤还被你猜到，你是仙子的鼻子吗？”“不是，这汤我没喝过几次，但是能猜到。”“你不常喝？莲花坞不做这个吗？”“莲花坞禁止做这个，金陵台没新鲜食材便不做。小时候江管事带我出去街上汤馆喝过一回，不是现在这个江管事，是已经退休的那个。”魏无羡愣了一下，正在搅动汤勺的手顿了顿。“这汤有些凉了，我再热一热，你先去叫你舅舅来吧。”金陵闻言十分欣喜，飞快地跑去叫江澄了。待江澄到，蓝忘机已经添好一副碗筷。魏无羡道：“来坐，蓝湛煲了汤。”江澄揶揄道：“韩光君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你倒是好福气。”魏无羡笑笑，不搭话，先给金陵盛了一碗汤，又给江澄盛一碗，排骨和莲藕都添得很足。金陵的确有些饿了，先喝了一口汤，又吃莲藕和排骨，莲藕粉糯，汤料大胆，熬制入味，极为鲜美。魏无羡笑着问：“怎么样？好喝？”尚可。江澄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很像。”是很像了。金陵知他们语中所指，并不搭话，埋头喝汤。江澄一勺一勺戳着排骨，喝得很慢。4人一时默默无言。半晌，金陵抬头问道：“他们都说我娘很会做菜。”“师姐什么都会，厨艺也好，女工也好。”“舅舅也说过，我爹最喜欢的就是这道汤。”“射日之争时，我们在狼牙驻守，师姐就给金子轩做这道汤。”“小时候也做过。”“对，小时候也做，师姐从小就喜欢它。”“他们说你因为我娘给我爹送汤，打了我爹。”“你爹以为汤是别的女修做的，我当然要揍他了。”“听说你在云深不知处也打我爹了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你怎么听说了这么多事？那次是我错了，我要是没揍他，就能在云深不知处待满1年。”说着，在桌下轻轻勾了勾蓝忘机的手。“我爹是不是不太喜欢我娘，所以你才老打他？”江澄怒道：“金陵，我不是说过吗？你爹娘感情很好。”“你和魏无羡讲的话都太过偏袒，我如何能全信？”“金子轩死皮赖脸追的师姐，你没跟阿玲讲过吗？”蓝忘机道：“子轩兄的确在百凤山当众剖白。”金陵台上一直便有不少风言风语。金陵从小独自受着这些别有用心的冷嘲热讽，因此江澄说过的话，金陵只信一半，但蓝忘机说出的话，金陵却是十分的信服。
此刻听蓝忘机如此说，金陵瞪大了眼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蓝忘机。感受到金陵的注视，蓝忘机道：当年百凤山围猎，子轩兄一直照拂金夫人，金夫人以为子轩兄是受老金夫人所托才如此，于是出言婉拒，让子轩兄不要勉强。